这是首都体育馆的冰上训练中心，中国花样滑冰队双人组正在进行上冰练习。隋文静、韩聪组合将参加下个月举行的4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是他们暂别赛场10个月后的重新亮相。隋文静和韩聪是中国花滑队的希望之星，他们曾3次获得花样滑冰世青赛的冠军，并在2015年和2016年世锦赛中2次摘得双人滑的银牌。然而，在多年的训练中累积的严重脚伤一直困扰着隋文静。2016年5月，隋文静进行了脚部手术，隋韩组合暂时告别了赛场。当时我们已经是世界一线了，但是这个伤病是个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复发。如果在奥运会的时候就更麻烦了。每次下课换衣服，隋文静都比队友们多一项内容，那就是拆绷带。挺好的，但是还是要做些保护，就是防止受伤。现在几乎难度也都恢复的差不多，而且成功率也还挺好，比我预想的要好。因为刚回来的时候就真是特别难，就每天差不多是练其他运动员的2倍的东西。我做了2只脚嘛，然后这块有4个口，然后这么2个关节镜。我这其实右脚里面是去了一块软骨，然后去了一块骨头的，就是前3天就疼的就没法睡觉，一直想哭。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回到体育场上，特别害怕，但是觉得还挺幸运能回来了。而且我还是个强者，加油！隋文静和韩聪都来自哈尔滨，2个人从2007年开始合作，今年是他们搭档的第10个年头。粉丝们按照谐音称韩聪聪哥，大葱的葱，而隋文静的外号则是桶妹。因为没有腰，我前些年穿过一个表演服，然后那表演服就显得没有腰，然后有腰桶，我觉得这词儿挺好玩的，然后就一直完了，我就也默认了。但这2年还是有腰的，宝宝还是有腰的。10年间，聪哥与桶妹的相处模式也在不断的变化。开始跟他差特别多，天天没事他天黑了我然后慢慢也是因为我的能力也在提高，2个人几乎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就是现在这样了。而且我们俩可以探讨啊，这个细节应该这么做，但是他可能不认同，就我们需要一番激烈的争论，然后最后实在不行就钉钢锤了原始的办法。聪哥与桶妹在场上默契十足，很多冰迷希望他们在场下也能走到一起。在冰场上的时候我很爱他，在下面的时候我们各过各的，就没什么关系。因为冰场上比如说像演戏一样啊，就很多人喜欢看，就是看到这种比如火花或什么的。比合作伙伴还可能再亲密一些，相互的这个关系，这种relationship很好，我觉得很好，挺稳定的。2016年的手术对于隋韩组合来说是一件大事儿，短暂休整是希望将来能走得更好，但重回赛场的路有多难，只有走过的人知道。刚开始我觉得跟不上韩聪哥，但是我就努力的跟，然后每天都在做力量，每天都在体能。你一步一步恢复，我一步一步等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懒了，我还是会督促。这是2016年7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冰上盛典，隋韩组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观众表演。太哭了，哎呦，当时我差一点点挺心酸的一段路程吧。著名编舞劳瑞根据隋韩组合的这段经历，为他们编排了新赛季自由滑的节目。隋文静与韩聪将带着自己的故事，在国际赛场上重新出发。整个1年的，从脚伤啊，从我自己啊，从到医院啊，从他回来之后的每一天的训练当中，是有内心的想法的，有内心的感受。就是你自身经历的东西，你用肢体去表达出来，传达给大家，这就是艺术。每一个动作是我们内心的潜台词，我们每做一串动作都是有告诉你我想说的话。